出社会越来越久之后，好像快乐就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了，远到甚至呢，我们现在每一天都不一定会想到我要去做哪些事让自己变得更快乐，偶尔可以平静一下就很好了。可是这样的情绪品质就真的足够了吗？难道我们就没有方法可以把快乐拿回来吗？到底是哪3种思维模式会阻碍了我们去体验快乐这件事啊？我们先把它命名为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这是一个畅谈情绪、人际沟通、伴侣沟通、自我成长的频道。如果你也对于这样的资讯感兴趣呢，欢迎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哦。我们是每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会准时上片。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Hello， 我是助理主持人湘云。这一集主要会来聊，我们如果要让自己快乐一点，是要选择去做那些会让我们自己快乐的事，还是我们要先去排除那些会阻碍我们快乐的事情？第二个，让我们变得不快乐的，到底是我们每天遇到的事情多一些，还是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影响多一些？最后我们还会来聊一下，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式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去练习，方便使用的。你刚刚有说到就是排除阻碍我们快乐的东西，那又是什么东西会阻碍我们快乐，或者是阻碍我们平静呢？我聊一下最近的经验好了。我们频道其实是今年的1月10号做到现在，那之前也没有录音过的经验嘛，也没有制作过长影片的经验，所以啊，在制作的过程，因为每一天我们都是在做没做过的事，然后想办法要从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就是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答案。那尤其呢，我自己的做的要求又相对高，所以啊，我都会在做的过程都一直在自我打架，你知道，做了一个东西，写完一个脚本，过2个小时再看它，哇靠，面目可憎，什么鬼东西，然后就把它划掉。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你说没有负面感受很难啊。我现在顶多能够更快去做到的是，觉察的速度快一点，转念的速度快一点。那是我们每天遇到的事情影响了我们，还是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影响会更多一点？其实我自己的概念更像是一种比重，就是我遇到不开心的事，抵触我价值观的事，我必然会不爽，这是一定的。那我们如果从自身比较可以去控制的事情来讲，好像我们探讨我们的思维模式比探讨那些事情来得好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类似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有一个月突然进了一笔钱，然后那一个月呢就会发生一些事，然后刚好那笔钱付得掉。有，真的有，好像都有类似这样的感觉，真的，对不对？那笔钱好像本来就不属于我，然后我不应得的。对，所以如果我们的思维模式是说啊，怎么会这么刚好，怎么会这么衰，好不容易多一笔钱，然后这个钱又付掉了，那有可能我这个沮丧的感觉会很久。但是如果我的思维模式是这样，哇，那不就还好，这个月进来这笔钱哦，对不对？我才够付嘛，我才不会是付完之后还负债嘛，对不对？所以确实我们真的无法去控制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而且我们越早认知到这一点越好，越轻松。只要我们可以去觉察到自己是使用怎样的思维模式，我的想法有怎样的惯性，那当我可以使用一个相对正向的方式去解读，那这个时候我产生的情绪感受就会不一样。如果遇到事情而我产生负面的感受，中间一定跟我的思维模式有关联。事情跟思维模式都会带来负面的感受，这个都没问题。只是我们来谈的是，如果有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或者是过去的经验它发生了，而我那个不好的感受停留很久，而且散不掉，那它更多的就会是跟思维模式有关联。我打个比方说，假设我曾经呢在某一次工作的时候，因为没有准备好，结果呢在客户那边出糗了。这个经验发生之后，我就一直耿耿于怀，然后很常自我否定，光是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没信心，而它就困扰我2-3年。可是当一件事情可以困扰我们2-3年，代表我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我更多可能是在回忆当时的窘迫，我更多脑袋出现的声音就是不断的自我批判，就是我不够好等等的。可是呢，我可能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想我到底怎样做可以让下一次的表现更好。甚至呢，我在想说我下一次的表现一定要100分。
所以我让自己没有容错空间了。种种的思维都造成了我把自己变成是一个极度压抑紧绷的状态。那我在这个过程我就更难去体会到快乐的感觉，而且呢它也会阻碍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可以更加从从容容不要再唱这一首歌了，我最近听到腻了。那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来练习排除阻碍呢？其实是有的，只要呢我们可以先从自己的思维模式呢来找解法，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学到一些像是小的公式，你可以运用这个小公式呢去让自己付诸行动，然后发生变化。我们这次谈的一些知识点啊，是从一本书叫做《让自己快乐》里面截取出来的知识点，搭配我自己对于 NLP 的使用经验跟理解呢，去拆解出接下来要分享给大家的内容。这本书的作者是亚伯·爱丽丝，他也是目前世界3大的心理治疗师之一哦。到底是哪3种思维模式会阻碍了我们去体验快乐这件事啊？我们先把它命名为非理性的必须思维。第一种呢，就是会跟焦虑啊、自我贬义、恐惧有关的。比方说，在面对重要的案子或重要的场合，我必须得做到100分的表现，我才可以得到别人的赞赏，不然我就什么都不是。我只要没做好呢，我就不是一个好的人，我也不值得被爱。可是表现好才能够得到赏识，不是很合理吗？其实我觉得表现好得到别人的赏识这点没问题，关键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必须太强烈哦，好像我必须要在这一次表现到100分，我才可以拿到最好的结果，我才可以得到别人的赞赏。那因为这样我才是一个足够好的人。它其实是一个推论逻辑。我就举我最近的例子啊，我最近很感谢那个地瓜校长的邀请，去到杂学校的这个展览去演讲。我虽然说开课的经验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讲课对我来说就比较可以驾轻就熟，但是呢只要是公开演讲，其实对我来讲都是不擅长的领域一样。那我也为了这次的事件呢做了很多的准备，甚至我还跟我的好朋友小欧，我们提前蕊了好几次的稿。可是等到当天现场演讲的时候，原本台下我印象中好像就只是几排有坐人，所以我就想说哇，还好人这么少，我可以比较轻松一点。结果想不到讲到一半，现场几乎快坐满7-8成，你知道。那这次现场可能我在分享的时候，刚好有一些观众的反应是让我以着他们的反应去微调要分享的方向，所以确实我这次的表现是没有到我心中原本准备的那一个标准。所以那个当下你说我有没有那种受挫啊或者是难受的感觉，其实是有的。可是呢即便是这样，我讲完之后我下去，我想不到是有人还愿意过来找我拍照这样。那我本来也以为是不会有我的 follow 我影片的人去现场看的，但是呢等到拍照的环节，还真的有几个人是跑来跟我说我看你的影片很久了。最让我意外的其实是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说，在今天以前我没有听过你的任何的影片，可是在今天以后我好像又多了一个人生导师这样。那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棒的回馈。可是你看刚刚我是不是有谈到，确实在我心里呢这不是一场足够好的演说，可是呢内容仍然有帮到一些人，对不对？对。所以啊，如果我能够把那一个我必须要做到满分的这一个思考，把它改成是另外一种想法，变成是说我只要有尽力，而确实我只要做得好，我可以得到更多人赞赏。但是如果我今天我把我的标准是定在我能不能传递到足够好的资讯给对方，不管我的台风好不好，对我而言都还算是一场还不错的任务完成。那当我把它转一个念的时候，那一个必须松动一点点，它也会有助于我当天我的那一个挫败感可以往下降一些。而且呢我也不会因为有这样的思考之后，未来在准备演讲就松懈，反而我是让自己可以用更好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那我延伸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以考试分数来区分好了，假设40分那一次的表现困扰着我，然后我假设我这一次我做到80分了，我已经有进步了，我已经觉得我尽力了，可是那个40分的记录还是在那里啊，它还是偶尔还是会跑出来影响我一下。
你指的是什么学科就是40分？国文40分的话，你要记很久，没错。不是如果说曾经有一次，哇，真的就只有40分，对不对？而且那个记录就是公开保持在那边。变成是一个污点，这个确实会记很久。那如果是这样啊，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点是，我们还是要去想说，是不是全世界的人都没有人有过惨败经验？大部分都有。所以呢，如果我们终究都会有惨败经验的话，那我们的任务是能不能从惨败经验学到资源，甚至下次做得更好，对吧？可是难免还是会闪过那一天。那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我很喜欢一种简单处理过去经验的方法，就是一把一解。一把一解的意思就是很像我们赌博，有没有？就是这一把完了，我输了。可是呢，我只要把它反省完之后，同时我做出改变的行动，我拿到更好的结果，这一把就结算。所以未来只要再想起那一个念头，我就会说没有，那个我结算过结过了这样。那这样我们才不会一直被过去的事情给干扰。第二个必须思维呢，就是强烈且持续很久的愤怒、生气甚至是不满。那在生活中比较常见，就是可能你很用心的对待一个人，而这一个人却没有给你相对应用心友善的对待，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很烂，不是个好人，活该他受罪等等的类似这样的想法。像伴侣啊，或者是朋友之间也会这样子，甚至是亲子也会。那像这样子要怎么办呢？因为我觉得真的很难避免，就是在关系当中出现这种应该思维。对不对？就是这不是你应该要做的事吗？这不是你应该要付出的点吗？我都为你做了这一些，你不是应该要怎么样吗？我觉得这个真的算是蛮常出现的。可是呢，如果出现之后，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比较好？我觉得啊，如果我们要让这一个必须、这个应该可以变得比较松动一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确实跟一个人相处，我们打算要用心对待，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有这个资格去期待他也回馈给我们相对好的一个行为？我觉得你想要期待当然是可以，甚至当他没有满足你的期待的时候，你会有失落感，甚至因为这样而用生气去掩盖那一个失落，我觉得这个都算是人之常情。可是啊，我们也要意识到，毕竟人跟人之间缘分的这一个聚合，从来不是因为我们付出了多少，别人就一定会给我们相对应的回报。打个比方说，有一个人追求另外一个人，追求了10年，所以那一个人应该要给他相对应的回报吗？这是恐怖情人吧？有人就会说啊，不是啊，那个关系都还没缔结起来。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个，回到亲情，比方说有一对父母对他的小孩子足够好，所以他就可以以着他认为这个小孩子应该要怎么样来孝顺他，这辈子应该要怎么过生活，才可以满足对他的孝顺。你觉得这样的思考会不会可能出现一些沟通上的摩擦？因此啊，我觉得如果我们在人际关系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思考，就是我想要对你好是我的选择，而你打算要怎么回应我，那是你的选择。当然，如果我的期待落空，如果我发现不合适，我都还是可以选择这段关系的距离要保持在哪一个位置，对吧？所以呢，我们只要以着我可以有期待，但是呢，我不认为我一定有资格要求谁，这个时候这一个必须的感觉就会松动一些些。第三个必须思维就是挫折容忍度比较低，那会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好像这一个世界不容许任何的不顺跟挫折，一旦有了之后就会进入那种就是好像都没有希望了，然后进入长期的忧郁，甚至呢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烂地方，好像我这辈子就快乐不起来的。那其实我那时候在看到这一个第三个必须思维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自己有没有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其实也有因为你不要说我们好像都很坚强，我们遇到受挫的时候也是会难过很久，对不对？所以那到底怎样才算是容忍度高或低？如果啊，我们今天真的是遇到非常非常大的挫折，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才可以去弥补当时所犯的这一个错，那确实这个会影响很久，那这个可能跟容忍度的高低没关系，跟这个挫折的危害范围有多大，对不对？可是其实这一个必须思维，我们比较需要来探讨的是，这个世界必须是没有任何风险，必须没有任何挫折。其实真的要解的是这一题。你看我那时候在想，如果我们人生里面都不会遇到挫折，那这件事情如果要可以实现的话，我们得过着怎样的生活？湘云，对你来讲，如果你这辈子再也不会遇到挫折，那往往是因为你的生活形态变怎么样？变成米虫。
草履虫，不用思考不用思考就不会有烦恼哦，就是我什么事都不要做就不会有挫折对不对？或者就是我每天只做我做得到的事情，而且我一定有把握的事就不会有挫折。可是啊，我们也都知道，当我们今天是在外跑江湖，那每天总会遇到无法预料的事情，甚至我们在做的事情有不断在公司里面我们的职位有往上升。那当我们开始进到下一个战场，你仍然都会有遇到你没做过的事，对不对？所以我们终究会遇到挫折，这是正常的。因此啊，如果我们想要去破除这件事呢，我想要特别破2个点。第一个就是一旦我们是有想要让自己的人生境界不断提升，那往往意味着我们的认知得提升。而我认知可以提升的原因是因为我做的事情开始是做那一些可能我原本没有挑战过的事，而只要我在做我原本没有挑战过的事，那我必然会遇到有做得好跟做不好的时候。所以如果做不好的时候我们把它看成是挫折，这是一种视角，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试错的必经过程。而且我要进步往往得经历过试错的那一段，这时候挫折就变成是有价值的尝试了。第二个我想要特别处理的是，那这个世界是不是就是一个烂地方？只要遇到挫折就是一个烂地方，就是一个烂的世界。我自己不觉得这个世界全然都是美好，甚至呢，以我自己的体感来讲，狗屁倒灶的事情好像都比美好来得多很多。我们可以从2个角度来聊。第一个是假设说我们身边本来就已经存在一些美好，只是狗屁倒灶的事太多，让我没时间去欣赏。如果是这样，我们练习每天写感恩日记，它真的就是那一个发现美好的一个小动作而已。当你还写得出你可以感恩的人事物，其实你就会发现上帝还是安排很多美好在你身边。可是有的人可能聊到这边就会说，我真的没有可以感恩的人怎么办？那我觉得至少你还是可以感恩你自己，去感恩那一个一直陪你奋战到现在的你自己。因为有一个人就是你的意识陪着你经历过那么多的事之后，你现在还坐在这边看这个影片然后还在想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光是我们可以先感恩这个自己呢，你的感受都会变得不一样，也会发现有一些美好还在。第二个角度我们要来聊的是，那如果真的都没有美好在身边，是不是我们就没有能力去创造那一个美好？之所以要探讨这个角度的原因呢，是因为好像我这辈子就快乐不了了。可是真的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不能花一些时间去创造美好吗？像我自己啊，我创造美好的方式是去找我对于做怎样的事情，我会觉得人生想起来比较好玩，比较有盼望。因为如果啊，我们对于生活把它当成是一种我拿到一个体验券，而我来到一个游戏场，而在这个游戏场里面我可以选择去创造怎样的游戏体验给自己，而且每一天都可以决定哪一天是第一天，那即便我现在真的遇到很多挫折，它都不会去阻碍我把今天当成是创造新体验的第一天。只要我用这样的思考呢，我还是可以去想办法花时间去找到属于我自己想要体验的那一个好的感受。那这个时候我的想法就不会一直被那个这个世界不可以有挫折，这个世界也没有任何美好等着我，我不会被这样的想法给制约，那个必须就可以变得比较有弹性一点。那3个非理性的必须思维谈完了，这时候我们来聊聊为我们的思维呢加上一层保护罩，而这个保护罩就是有5个信念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是因为很多的烦恼都是自找的，既然是如此，那我一定可以停止困扰我自己。好，这里我解释一下，就是说很多的烦恼都是自找的，比方说我担心下次没做啊，我担心谁怎么样，是不是这些都是我心里的思维方式造成？所以他那个自找的概念是因为我习惯这样想事情，所以才产生那一个烦恼。那只要我可以针对我的想法做出改变呢，那我的烦恼也会因为这样产生变化。那第二个呢，是我一定可以减少情绪和行为问题引发的非理性思考。所以这里就可以回应到我们刚刚讲的那3个必须的思维，有没有？只要啊，我们在遇到事情或遇到阻碍的时候，都可以先去想一下，我有没有什么必须思维让我现在的负面感受变强烈。那这里我其实想要额外补充的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听到这边疑惑，就是我真的可以减少吗？我过去又没做过，很快又会打回原形，对不对？
可是啊，我觉得信念是这样，当我们自己心里相信我一定可以减少而已哦，不是要完全根除，我只要去相信我一定可以减少这些惯性的思维呢，当我相信我愿意去尝试，不要说一次所有东西都根除，而是一个礼拜假设有10次这样的必须思维出现了，你可能可以减少1次，从这个角度去想，会不会想起来更容易一些？而且第二个重点是，当你减少的成功次数变多了，慢慢的你这个信念就会变得越来越坚固了。第3个是，虽然我的确会犯错，很容易自寻烦恼，但是我也有能力做出不同的思考、感受和行为，从而减轻我的困扰。这个信念我很喜欢，是因为它的前半段是虽然我也会犯错，对不对？甚至也会自寻烦恼。我觉得那一个虽然就已经涵盖了接纳，接纳自己。对，因为如果我们都可以意识到，本来人都会犯错嘛，对不对？甚至呢，我用这一个信念去接纳我自己，真的，即便认真准备了，都还是有可能会失误犯错的时候。那当我有这个负面情绪产生呢，我不会因为那一个过度自责而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而它的后半段呢，是我们也相信自己只要愿意花时间去培养认知能力，都能够找到一定的方法去减轻我的行为或思维产生的负面情绪的感受。第4个是，我的情绪困扰包含了我可以观察和改变的思考、感受和行动。其实我觉得这个信念啊，它已经先把逻辑定清楚，就是我的情绪其实就跟我的思维有关。所以啊，当我们能够改变思维，我们就必然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呢或感受发生一些变化，甚至往好的方向走。第5个是，要减少我的困扰情况，我需要不断努力、坚持和投入。前面都在想思维，对不对？我思维要如何改？可是说真的，你如果念头有转，可是行动没变，那你的境遇就不会变。我觉得讲这个好像是一个普世大道理，跌味很重这样，对不对？对。可是它确实也是这样。因此呢，我们如果已经有产生新的思维了，能够加强信念的重点就是我们未来愿意承诺自己不断的付诸行动去改变，而这个啊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因为我自己真的有看到一些例子，都是他想办法一直在转念，他一直在找资讯，能不能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但是他生活那些真正该解决的问题，他没有花时间去解决，或者他一直担心自己能力不足，可是他一直没有花时间去让自己把那个关键的能力补充起来，所以造成他就一直会遇到那些让他感受很痛苦的事情。因此啊，我觉得如果到最后我们因为这个信念付诸行动变多，能力变强，你的境遇不一样，你的感受更不一样。最后我想讲啊，虽然呢我们可能没有根除烦恼的那一天，但是至少我们现在手中握有工具了，我们可以走在减少烦恼的路上。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把最后一个信念做一个小总结，我们都知道要付出行动啊，但是也很怕打回原形，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其实啊，它会有4个很简单的步骤。第一个，你要记得，当我遇到事情，你要先做一个决定，我到底我想要做什么。比方说我上次的演讲没有达到我心里足够好的标准，那我希望下一次要表现更好。这个时候我要做的决定是，我要先培养的是哪一方面的能力呢？是内容准备的能力、公众演说的能力，还是演讲的能力？所以我做的决定要够清晰。第二个，你要下定决心。可是呢，这里大家就会觉得哇，讲决心这个也都会讲啊，可是就3分钟热度怎么办？对不对？可是我想讲的是这样，当我们想要下定决心，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是，我们要去想清楚我打算要做的这件事情对于短期跟长期可以带来的好处有多大。同时我们要去想，对于短期跟长期如果我没有做好，带来的危害又会有多大。当你把好跟坏把它放大来想的时候，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去坚定你做这件事情的决心。再来呢，我们也可以运用身旁的人的力量，像那个之前我跟陆队长，就是《好女人情场攻略》的主持人呢，有聊到说，他那时候想要早上5点起床，可是很容易就失败了，所以到最后他就约他的一个好朋友，然后跟他说，我想要做这件事，如果你愿意一起的话，我每天早上5点起来教你怎么做火呼吸跟冥想。所以因为他不喜欢私讯于他的朋友，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去坚持了他的决心，这样。
所以啊，我们也可以用社交的这一个力量哦。那第3个呢，是我们要开始去获取知识。我有一个好朋友叫 OA， 那他也曾经跟我讲过说，他在遇到就是眼前有一个困境，怎么感觉一直突破不了上不去的时候，他都会说很遗憾，我现在的认知只能带我走到这里。哇，好棒的一句话。所以呢，当我们如果想要让自己有更进阶的行动，更好的行动，那第3步就是去获取你需要的知识，找出来哪一些该做，哪些别做，哪些多做，哪些少做，甚至呢去找到别人可以让你模仿的行动，这一些都会是你需要去获取的知识。最后一个是我们付诸行动，可是呢不是只有付诸行动而已哦，而是你在行动的过程，你可以去找出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的方法。当你是用这样的简单的4个步骤去思考你的下一步的行动呢，其实我们一开始好像在探讨思维，好像在探讨快乐，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你会体验到自己的变化，自己的成长，甚至会有希望感，这些都有助于你让生活中的那一些阻碍，那些负面情绪出现的时机变得更少，而我们可以体验成长成就感的机会就变得更多了。那这集我们就聊到这边哦，我是 Jaco， 我是香云，我们下集再见，拜拜，拜拜。